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继赵丽颖、杨蓉之后，谭松韵出圈演了一部乡村剧。2022年，无论是大银幕还是小银幕，都将充斥着高风险的乡村剧。杨蓉主演的《大山的女儿》，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等节目都可以同时播出。自以题材为题材的乡村剧问世以来，探索的国内乡村题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题材虽然有所上升，但近几年在艺术性上也同步。最出名的是赵家班之前的乡村爱情和刘老根系列，都是喜剧改编的。更好的与现实保持一致，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。比如2021年播出的热播剧《山海情》。此外，越来越多的著名年轻演员客串出演这些节目。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今年首播，深受著名演员的影响，该剧迅速登上收视榜首。新的和令人兴奋的元素，以提高故事的张力。由杨蓉主演的2022年电视剧《大山的女儿》口碑最高，全年豆瓣评分提升 9.3 分。一个在整体受欢迎程度方面无与伦比，而另一个在口碑方面排名第一。女主角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，演技磨练成熟了，尝试新事物的信心和勇气。两部剧虽然差别很大，但还是很现实的。故事跟随白泥村第一书记黄文秀讲述了他在短短2年时间里帮助数百名贫困群众脱贫的感人事迹，让山的女儿成为真正的非小说类。那些为消除贫困而献出生命的人取得了光荣的成就，而和幸福的个人发展是小说的动力。他通过讲述他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万家庄的艰辛但最终成功的故事，带领他的人民走向繁荣。在这两部剧中，主角都很讨人喜欢，但配角的角色广度和表演的真实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都同样感人而动人。我们的10年大获成功后，新之所向工作人员将注意力从都市剧转移到了更多的乡村故事上。主要角色由2000年代的女演员谭松韵饰演，她对李心瑶的刻画吸引了观众。刚从戒指上，判决书上写着印象。李心瑶、方信伟和陈楚江是我们在新之所向中遇到的3位年轻的农业创客。他们离开了城市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并在农村成功地做起了生意。故事，4位演员，尤其是谭松韵饰演的李心瑶，都表现出色。他们讲述的故事鼓舞人心，令人振奋。这个角色的教育水平很高，并且精通各种文化。他是家喻户晓的铁饭碗，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做出改变，自己创业，这样他才能在父母的帮助下做得更好。年长的珀西瓦尔说服他的儿子回到小村庄，在家庭农场帮忙。起初，他礼貌地拒绝了，但很快就发现他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方向，并不是因为他对农村生活或农业有任何反对。小镇以他预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和发展，但他很高兴看到他年迈的父亲仍在家庭农场辛勤工作。在偏远地区开展业务，一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这个想法已经发展成很有希望的事情。最后，他们与其他回到家乡的年轻农民和艺术家一起创业，结果是一种独特的农业方式，改善了他们的社区，帮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。这是完美的，它还可以帮助父母互相交谈。第一，谭松韵与李心瑶这个角色很搭。第二，他似乎对人物的内在有着清晰的把握，尤其是和父亲相处的那段短暂的时光，更能凸显角色的内心冲突。由于将局势的尴尬描绘得如此生动，观众感同身受。角色的眼神传达了他快乐但又波涛汹涌的感觉。整个角色的刻画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，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是诚实和可信的。1990年代出生的著名女演员，她显然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准备这个角色，学习农业地面上。当然，她饰演的是一个新农民，而且她也有特殊的品质，
所以她的角色既体现了传统农民的谦虚和大方，同时又表现出当代农民典型的自制力。为这部分选择的演员表现出色，他们与其他出色的配角合作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表演，这才是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从赵丽颖的何兴福，到杨蓉的黄文秀，再到谭松韵的李新瑶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都是现代农民。他们总是或在各种特定情况下被搁置。传统农业和工业化农业的好处将在农村繁荣的新颂歌中共同颂扬。网友们纷纷对《与凤行》中火眼金睛的杨子美人表示不满，称颜值不适合演赵丽颖的反派。下一节是中国传统木偶戏基础知识的入门，您可以结识各种正在拍摄并渴望与您交谈的知名古装 IP， 尤其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《与凤行》，预计会引起很大的轰动。这部剧的编剧是赵林 CP， 继《楚乔传》之后的第二次合作，加上原著小说的口碑加持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由于赵丽颖在业内的广泛知名度和成功，以及她的作品经久不衰的吸引力，网友们对《风行》的看法一直很乐观。在路透社发现赵丽颖的化妆品之前，她扎着高马尾和蓝色裙子，显得英姿飒爽。创业精神一直是赵丽颖的一部分。她已经结婚、离婚，并且是一位母亲，但她仍然设法看起来和感觉很棒。路透社一出，该节目的在线评论仍然很高。然而，该剧的次要女主角杨紫自始至终都在发牢骚。确实，这一决定在做出之时遭到了强烈反对。当《与凤行》的演员表公开时，投票率很高。剧组除了赵丽颖、林更新领衔主演外，还有3位女性角色宣露，2位男配辛云来、何宇以及古戏古曾丽。另一位女星邱心之可谓是满屏美女。但该剧选定的女2号辣目杨紫就有点争议了。她在剧中饰演幽兰，据说是大 boss 帝君的孙女，而且还是天界第一美人。你的情绪范围没有那么大，涉及到幽兰的情况也不多。如果你看过原著的朋友说的话是可信的。尽管对男主有好感，但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感受。老实说，我不知道电视节目将如何拍摄。辣目杨紫算是网红转为明星，发展比较成功的一位了。她出演的剧和人设多是搞笑类的风格，也比较适合她的外形和性格。例如《玉楼春》里的大奶奶口碑还是不错的。不过辣目杨紫也在努力寻求转型，出演了一些正剧、职场剧等，希望能让大家看到她作为演员不同的一面。不知道《与凤行》是不是她的新尝试呢？辣目杨紫的颜值在娱乐圈比较有局限性，虽然对于演员来说颜值并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，但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特别是在古装剧颜值越来越卷的当下，辣目杨紫如果出演古风美人的人设还是比较有争议的。特别是在辣目杨紫路透曝光之后，争议声就更大了。路透中辣目杨紫的造型非常温柔淑女，但配上圆圆的脸多了几分喜感，再加上她过往的喜剧形象，可能和观众印象中的古风美人有一定的差别。对于网上的争议和质疑，剧组也发了声，说这个角色是天界开心果。毕竟导演眼光犀利，辣目杨紫本人定位也清晰，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。想必剧版人设剧情会有一些变动，辣目杨紫的人设应该还是会带有一些搞笑的戏份，我们还是坐等电视剧上映见分晓吧。